美國把傳家寶送到烏克蘭，卻被前線的士兵糟蹋了，這是怎麼回事？有這樣一款大炮，純鈦合金打造，有着155的口徑，卻比很多105大炮還要輕。它曾經是美軍引以為傲的高科技頭疼，支路幹和魚鷹的好搭檔。那麼，這麼一款威力巨大且實用的大炮，為什麼剛送到烏克蘭能打得俄軍聞風喪膽，而在之後幾年又被烏軍親手拆得七零八碎呢？又為什麼美軍看了他在烏克蘭的表現，又重啟這款裝備的生產線了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款全球最輕155榴彈炮 M777。M777 是那個時代巔峰科技的產物，在它誕生之前，美軍的輕裝步兵和海軍陸戰隊用的是 M198牽引榴彈炮，口徑也是155毫米口徑，但是重量高達7.3噸，快速機動想都不要想。為了解決機動性的問題，英國 BAE 公司的工程師提出了一個方案，不計成本的堆料，要在火炮身上使用只有在制造先進戰鬥機時才會使用的航空级鈦合金。鈦合金的好處是強度高、重量輕，但是强度高就意味着加工困難，而且鈦合金的成本本來就是高得嚇人。但是 BAE 公司就是鐵了心要造，最終把一門標準口徑的155毫米重炮砍到了 4.2 噸左右。於是 M777 成為了全世界唯一一門能夠被 MV22 魚鷹或者 CH-47 支路幹直接吊着進行蛙跳作戰的重炮。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中，美軍的直升機吊着這門大炮，無視地面的高山峽谷地雷陣，繞到敵方後方，並且落地之後，7-8個炮兵只需要用不到3分鐘就能完成備戰。M777 的威力毋庸置疑，關鍵是它打完幾發還能吊裝到另一個山頭。這種變態的機動性不僅美軍喜歡，連印度軍方看了都眼饞。因為印度的作戰環境都是高原缺氧，重裝卡車的發動機功率會嚴重下降，傳統的重型大炮根本拉不上去。這種火力投送能力在人類火炮歷史上絕對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聽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奇怪？既然這門炮這麼好，美軍後來為什麼自己都不願意用了？諷刺的是 ，M777 雖然被設計成了美軍最趁手的輕型重炮，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打出了名聲，美軍自己卻開始把它從一線作戰序列裡撤出來。原因不在炮本身， M777 依然是這個重量級裡打得最準最輕的155炮。問題在於美軍預判的戰場變了，而 M777 的設計還停留在上一場戰爭。這門炮的核心定位是打低烈度戰爭，而且對手沒有像樣的反炮兵能力，沒有漫天飛的無人機，更沒有覆蓋整個戰區的雷達網。在這種環境下，一架 CH-47 吊着 M777 往山頭一放，步兵呼叫火力支援，幾分鐘內炮彈就能從天上砸下來。這套打法是美軍在阿富汗橫行無忌的招牌操作。但五角大樓認為，未來的敵人不會是阿富汗這種火力碰撞，而應該是高端武器的比拼。牵引式火炮的致命短板不是火力，是它沒有腿。魚鷹吊着繞後的優勢在假想戰爭中不會發生，它就是純粹的陣地炮。從展開到打出第一發，標準流程3分鐘，打完收炮跑路又是3分多鐘。這個時間在阿富汗沒人管，對面根本沒有纵深火力。但在未來的大規模對抗裡，對方反炮兵雷達從打出第一發炮彈開始就在計算位置，無人機在空中盯着，精確知道彈藥，幾分鐘內就能砸到陣地上。而且 M777 為了把重量壓到 4.2 噸，付出的代價是實打實的。它沒有自動裝填，沒有動力收放，沒有全自動調炮，炮兵班到了陣地上，從布置到發射靠的是純手工。單發沒問題，機械射擊也沒問題，但戰爭的強度再高一些呢？美軍其他火炮的士兵坐在装甲艙裡，按電钮裝填，打完一脚油門轉移。這個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作戰節奏的代差。美軍自己也嘗試過給 M777 續命，ERC 增程項目就是最大的一次賭注，要把炮管長度從5米增加到9米，結果超長炮管直接給鈦合金炮架幹到撕裂，而且更長炮管更大壓力和更高射程需求，最終證明在 M777 這種极限轻量化平台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升級空間，項目黃了，那個極限減重骨架的價值被榨乾了， M777 被判了死刑，已經沒有了下一代的成長空間。M777 对于美国定義的戰爭來說顯得落後，但是俄烏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可以說是2戰之後最大炮兵對抗，而且調度和模式正是 M777 熟悉的領域。曾經的大寶貝放在倉庫也是吃灰，還不如拿去援助烏克蘭。那麼 M777 在烏克蘭的表現如何呢？ M777 剛送到前線就打得俄軍聞風喪膽。雖然俄軍在火炮數量上佔絕對優勢，但在射程精度上
俄軍那些老式火炮完全被 M777 碾壓。這批送到烏克蘭的 M777 雖然是美軍閹割後的版本，但這也是經歷過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迭代後的，基礎性能依舊很能打，而且射程遠超俄軍主力 2S-196彈炮，常規射程在24公里，搭配特定炮彈。美軍曾經用它在36公里外首發命中目標，視頻至今還能查到。而 M777 最關鍵戰役是在北頓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這是 M777 早期投入最密集的戰場。俄軍的打法簡單粗暴，大量炮火持續轟擊，然後步兵推上去。烏軍之前沒有遠程火炮，面對這種無賴打法，基本只能硬扛。M777 一到，局面立刻变了，烏軍開始系統性的打俄軍關鍵節點。美國國防部官員當時也公開表態，說 M777 正在幫助烏軍有效抵抗頓巴斯方向的俄軍攻勢。赫爾松反攻則是 M777 的另一個高光舞台，烏軍在那裡打出了完美配合。無人機偵察定位 ，M777 負責持續炮擊，海馬斯負責遠距離靶點，橋梁、彈藥庫、後勤節點一個個被點名清楚，最終俄軍失守第聶伯河西岸。這一仗打出來 ，M777 和海馬斯的配合被北約反覆研究，核心邏輯就一條，用精確火力代替步兵平推。而神箭炮彈又把 M777 抬進了另一個高度。傳統火炮講究覆蓋，一片炮彈砸下去摧毀一片區域。神箭打的是點，高價值目標一發解決。它改變的不只是命中精度，是炮兵的使用邏輯，從用炮彈淹沒目標變成一發炮彈一個目標。這在之前是導彈的專屬。憑借手長打得準這兩套技能 ，M777 一度在烏克蘭戰場封神，北約媒體一度稱讚它改變了戰局。但好景不長，當俄軍從混亂中緩過勁來，摸清了 M777 的套路，把戰場從高機動穿插拖入陣地消耗戰之後 ，M777 立刻暴露出了一系列的缺陷。那麼到底是什麼缺陷，逼得前線烏軍士兵把這個高端的美國貨拆得七零八落？又是什麼樣的表現讓 M777 的口碑發生了兩極反轉？美軍根本就不是真心援助烏克蘭，因為送過去的 M777 是閹割過核心功能的。美軍就是害怕俄軍一旦繳獲後可以破解出前沿科技。這是當初 M777 風評下降後一些網絡上的言論。那麼真的是這樣嗎？首先送過去的的確是閹割版本，從運抵波蘭邊境那天起，它就是不完整的。最核心的電子模塊被拆了個乾淨，只留下基本的顯示器和慣性导航單元，也有擔心泄露武器科技的想法。但是這些不是最核心的原因。美軍裝備最大的缺點就是，只要不是定制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不適用於使用方。M777 也是這樣，就算把全套火控給烏軍，他們也沒有配套的數字化偵察體系和數據鏈來餵給他。就像手機也是個好東西，但你要把它送給原始部落的人，他們會用嗎？所以說 M777 完整版沒有出現在烏克蘭，不是單一的美軍心不成，真是這樣，烏克蘭就不會有海馬斯了。至於那些殘存的電子設備，比如 GPS 天線和炮手終端，在最後也遭到了棄用，因為俄軍很快就找到了克制 M777 的辦法。他们發現 M777 上面那些僅存的設備一旦開機，會不斷地向外輻射電子信號，在俄軍靈敏的電子戰設備監聽下，這些信號很容易被發現。只要烏克蘭炮兵一開機，俄軍的電子戰設備就能立刻鎖定精確坐標，幾分鐘後，毀滅性的重火力或者是自殺式無人機就會直接砸下來，高科技變成了死亡信標。但烏克蘭的士兵適應能力和動手能力確實強，部分前線的士兵拿來扳手和螺絲刀，把 M777 上所有帶電的終端全部手動拆除扔到一邊，一门21世紀先进的數字化火炮退化回了二戰時期的狀態。他們靠傳統的光學瞄準鏡，拿出印在紙上的彈道表，在完全沒有任何無線電信號發射狀態下，靠人工計算去打擊俄軍。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他們改變不了的， M777 那個輕薄的炮管，理論上的設計壽命只有2500發。美軍的初衷是用它來打精確制導炮彈的，每天來幾發就行。但烏克蘭前線的火炮數量實在太少了，面對俄軍鋪天蓋地的打壓，他們只能把 M777 當成了重機槍來用。據統計，烏軍單日消耗的155毫米炮彈量曾經高達3000發以上。為了追求最遠的射程，烏克蘭炮兵根本沒有辦法顧及操作手冊的警告，頻繁使用威力最大、溫度最高的彈藥來進行高頻次的急速射擊。這種完全不講道理的超負壓榨，讓這門鈦合金大炮經歷了地獄般的高溫灼烤。炮架或許能撐住，但那個為了減重而打磨的單薄的炮管根本扛不住。炮管內的膛線被高溫火藥气體迅速燒蝕磨平，炮口初速嚴重下降，打出去的炮彈根本不知道飛哪兒了。最恐怖的是，炮管經歷高溫後強度斷崖式下降，前線發生了多起炸膛事故。在戰況最激烈的時候，
前線大量北約援助大炮因為炮管嚴重磨損或者機械結構損毀，處於癱瘓的狀態。前線的大炮瘋狂報廢，烏克蘭本土又沒有能夠加工高級槍炮鋼的大型設備，他們只能把這些重達4噸的殘骸裝在平板拖車上長途跋涉，拖到波蘭的美軍維修中心去修。烏克蘭每個月對新炮管的需求量高達幾十根，這個數字把美國本土唯一生產炮管的瓦特弗利特兵工廠給幹崩潰了。還不止這些，俄羅斯手裡有着 M777 的死敵柳葉刀巡飛彈，這款無人機能飛40公里，可以盤旋40分鐘尋找目標。在這個時候 ，M77 因為要的2分鐘半撤離時間，在無人機面前就顯得太慢了。因為 M77 為了減重，沒有任何裝甲防護，連個防破片的鋼板都沒有。只要被無人機的攝像頭盯上，炮毀人亡就是唯一的下場。烏克蘭士兵為了保住幾百萬美元的大炮，只能用原始的土辦法。他們找來粗大的鋼筋焊在大炮的周圍，掛上厚厚的鐵絲網和防破片網，搭起一個個像防盜網一樣的鐵籠子，用這種阻擋的方式提前引爆撞過來的巡飛彈。他們甚至在大炮旁邊擺上用木頭1比1雕刻的假大炮，來欺騙無人機的雷達。所以我們能看到戰場上双方都在給坦克大炮這些裝鐵欄杆。醜是真的醜，但防範無人機的確實用。而到現在這個階段，美軍的 M777 依然具備高威懾，但是烏克蘭的 M777 已經不再能打了。難不成這款劃時代的大炮真的要在這場殘酷的戰爭中默默走向消亡了嗎？答案是並沒有。M777 反而用自己的戰損報表打響了沉睡了30年的北約軍工體系。他們在冷戰後搞了那套和平時期精益生產的供應鏈模式，在真正的高消耗对抗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他們認為的未來高精尖裝備對抗，到了最後還是炮火的對轟。M777 早期的優異讓美國意識到了這款大炮還能用，而後期的頹廢又告訴美國，他們需要一個完整的供應鏈。早期制造 M777 鈦合金部件的英國工厂早就因為沒有訂單關門大吉了，工人們也早就轉行去幹別的了。BAE 系統公司和美國軍方不得不瘋狂砸下重金，啟動了大規模的跨國工業復蘇計劃。在英國，他們緊急投資了3000多萬美元，在雪菲爾新建了一座巨大的現代化工厂，把早就流失的鈦合金高级铸造手艺重新捡了起來。在美国，他們又砸了1億多美元，在路易斯维爾建立了一条全新的自动化炮管生產線，硬生生的把 M777 的生產狀態從長期停工的狀態拉回了高產能的戰時熱生產線。回顧 M777 這門大炮充滿爭議的一生，確實讓人感慨萬千。從工程學的角度來看，它突破了材料學的機動性和極限，把一門155毫米的重炮塞進直升機底下，這是一件極其偉大的傑作。但它也用實打實的炸膛和炮管的滿地殘骸證明了，在擁有絕對制空權的治安戰力，這種完美的設計確實好用。可一旦進入高烈度戰爭，加上缺少美軍那樣尖端且完善的後勤，它又是多麼脆弱。它讓所有人意識到，鋼鐵的厚度、龐大的產能，還有皮實耐用的結構，才是戰爭中最底層的邏輯。好了，關於 M777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您認為 M777 什麼時候會被美軍再次使用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次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